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谭健次为何选择震耳欲聋？一场关于聋人反诈与演员信仰的沉思录。在当今内娱竞争激烈、流量至上的影视环境中，演员如何挑选剧本，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职业选择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次立场表达，一次对个人艺术方向和社会责任感的自我确认。甜宠剧、仙侠剧、偶像剧依旧大行其道，而那些聚焦社会边缘群体、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则往往显得冷清而艰难。正因如此，谭健次接演现实题材电影《震耳欲聋》一事，才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这部以聋人反诈为核心议题的影片，显然不属于大众所谓的爆款题材，但它却承载着某种被长久忽视的社会关注。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那些被声音遗落的角落，该由谁来发声？而谭健次之所以选择这样一部作品，也绝非偶然，其背后是一位演员对现实世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表演艺术更深层的敬畏与追求。从边缘题材到公共议题，震耳欲聋为何重要？我们不妨先看看这部电影的题材定位。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性聚焦聋人反诈问题的影片，《震耳欲聋》本身就承载着先锋性与启发性。据传，该片灵感来源于中国首位手语律师张琪的真实故事，这一设定无疑为影片注入了厚重的现实质感。聋人群体作为社会中相对沉默的一部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天然存在障碍，法律知识的传播率也极低。因此，在诈骗手段日益翻新的今天，聋人反而成了更容易被锁定的受害群体。可惜的是，这种困境常常被主流媒体和大众话语所忽略，直到真正发生悲剧时，才被短暂关注一下。电影《震耳欲聋》的出现，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正面回应。它不仅打破了以往健全者视角统治荧幕的叙事惯性，更通过生动鲜活的角色故事，让观众真正看见那些被社会忽视的弱势人群。这种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艺术作品参与公共话题、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角色设定的复杂性，从人性灰度中挖掘真实。在影片中，谭健次饰演的主角李琦是一个出身聋人家庭的律师，他的特殊成长背景使他从小就在监听与无声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穿梭。他曾是那个无声群体的一员，却在成年后为了自己的名利与前途，选择了刻意划清界限，甚至隐瞒了自己的家庭出身。这样的设定非常具有现实张力。李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彻底堕落的反派，他的挣扎、背叛与回归，构成了一个极具灰度与复杂性的现实人物。对于一位演员来说，这种充满冲突和反差的角色，恰恰提供了最广阔的表演空间，也最考验表演者的内功。与李琦的身份撕裂相伴的是他在面对诈骗案件中的心理挣扎。他是律师，他懂法律；他是自己人，他更懂聋人的脆弱。但他又是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会不会因为自身利益而选择沉默？这样的设定让整个影片在具备社会性主题的同时，也具备了强烈的心理探讨色彩。谭健次此前在《猎罪图鉴》《你安全吗？滤镜》等作品中，已多次展现出他对复杂角色的精准拿捏。他的演技细腻真实，擅长通过微表情与肢体语言传达人物内心的波动。在《滤镜》中，他饰演的唐琪，从自我认同的挣扎到情感破裂的崩溃，每一个细节都充满张力。因此，《震耳欲聋》中的李琦，无疑又是他表演路上的一座重要高峰。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对手语表达的要求极高。演员不仅要同步表达台词情绪，还要协调手语的节奏与准确性，
这种表演难度堪称地狱级。而谭健次敢于接下这样的挑战，正是他对表演职业的一种坚定投入，不是转型，是深化，一次对表演信仰的回归。娱乐圈里，很多演员一旦被某一类角色定型，便很难跳出观众的预期，进行角色多样化的尝试。但谭健次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始终在尝试拓宽自己的表演边界。从原来我很爱你中的深情配音师苏念亲，到长月烬明中的妖神香柳，再到如今震耳欲聋中复杂又脆弱的李琦，他没有固守任何一种人设标签，而是以角色为核心，追求更多元、更真实的人物塑造。这种角色至上的表演理念，不仅让他在业内获得了较高的口碑，也让观众越来越期待他接下来的每一次选择。而震耳欲聋看似是一次非主流的选择，实则是他对艺术信仰的自然延伸，不为迎合观众，不为流量博取，而是忠于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想演的人。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何谭健次愿意投身这样一部对票房并不友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并不急于迎合市场的喧嚣，而是更愿意在沉默中挖掘共鸣，用一部有温度、有信仰的电影来回应世界的冰冷与噪音。幕后班底的专业性、信任与机会并存。选择一部作品，从来不是演员一个人的决定，更是一次多方博弈的结果。而震耳欲聋之所以能吸引谭健次加入，也离不开其强大的幕后团队。影片由饶晓志监制，万历执导，两人此前在现实题材创作中都有出色表现。饶晓志曾执导《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口碑之作，擅长将小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而导演万历则以纪实风格与写实调度见长，能够赋予影片以更强的社会穿透力。此外，出品方联瑞影业与谭健次曾在《被我弄丢的你》中有过良好合作，彼此之间有信任基础，也为此次合作奠定了良好氛围。一个专业、稳定的团队，对于演员来说，意味着安心与保障，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不会被辜负，知道自己交出的角色会被认真对待、被尊重。然而，这些外部条件虽重要，却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打动谭健次的，仍然是剧本本身的诚意与厚度，是角色的张力，是题材的独特与担当。震耳欲聋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一部声势浩大的爆米花影片，但实际上，它所传递的情感和社会关怀，远比其字面更为深沉。他关注的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那些不在话语权中心的人群。他们的声音并不嘹亮，甚至可能微不可闻，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份社会的缺席与良知的提醒。而谭健次作为演员，选择通过自己的表演来为这些人发声，无疑是对演员这一职业最深层的致敬。在大银幕前，当我们凝视那个在监听与无声世界之间挣扎的李琦，也许能从他的矛盾、脆弱与觉醒中，看到某种被隐藏的社会现实，也听到某种本该早就被听见的声音。这声音或许不是震耳欲聋的，但却能够悄然叩击人心，唤醒我们的善意与共情。这才是一部好电影的意义，也是一位好演员的使命。